大家好，这里是港风港影，今天要为大家讲解一部名为《隐形人》的惊悚悬疑片。前方剧透预警，请注意避雷。这部电影围绕即将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高中生尼克展开。他的父亲几年前突然去世，之后母亲戴安接管了一切。他重整旗鼓，稳定了财务状况，并开始事无巨细地管理儿子的生活。戴安希望儿子选择安全、传统的职业，但成绩优异的尼克热爱写作和文学。事实上，他想跳过毕业典礼，去伦敦参加作家研讨会项目。场景切换到鲍威尔家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正在进行。一家之主戴安起身致辞，赞扬儿子的学业成就。他举杯为尼克庆祝，并送上一份刻有他名字的礼物。然而，尼克对这个为他举办的派对并不感兴趣。他离开客人，拿了块蛋糕，走进车库。他坐在工作台旁，突然拿出一把猎枪对准自己的脸。但这一切原来只是一场梦。尼克惊醒在清晨。不久后，他下楼来到厨房，母亲正坐在餐桌旁。他准备了笑脸形状的煎蛋和培根早餐。戴安正在读报纸，尼克打断了他。他问母亲是否考虑过伦敦的作家研讨会。戴安敷衍地回答说不需要考虑，因为尼克早就知道他的态度。显然，他希望儿子留在美国，专注于事业。这糟糕的一天开始后，尼克骑上自行车去学校。原来他靠替同学写作业赚钱。他在走廊里把作业交给一个朋友，快速赚了一笔。与此同时，尼克的好友彼得、伊根在男厕所被一群学生欺负。这群人的头目是凶悍的女孩安妮·牛顿，她经常参与各种轻微犯罪。几天前，他把偷来的手机卖给彼得，当时只收了一半的钱。现在他想要剩下的钱，但彼得身无分文。安妮威胁要砍掉他的手指，如果他不尽快给钱的话。然后他离开厕所，手下们跟着他走了。午餐时间，尼克找到安妮一伙，提出替彼得支付买手机的钱。他把一叠现金放在桌上，问安妮够不够。然而他并不领情，让他别多管闲事。尼克却在安妮耳边说他有精神病，很快便打在一起。两人被押往校长室。面对校长的质问，尼克戏谑地说他暗恋我，但校长没心情开玩笑，立即让安妮回家。他警告尼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前途的人身上。另一边，安妮回到她破旧混乱的公寓，与继母、父亲和弟弟维克多同住。继母正忙着抽烟看电视，无视所有责任，这激怒了安妮。她斥责继母不给维克多喂饭，她威胁继母从沙发上起来，不要整天抽烟。继母向丈夫抱怨，让他说点什么，但他同意安妮的说法。很快，夫妻俩开始争吵，满屋子都是大声的脏话。但安妮似乎已经习惯了，她只是喂饱维克多，然后回到自己房间。那天晚上，彼得来到尼克家，两人聊了起来。彼得问尼克是否要参加同学举办的派对，尼克回答说他不去，因为他有别的地方要去。然后他把一本书递给彼得，里面藏着一张去伦敦的机票。彼得这才明白好友要飞去参加作家研讨会项目。他问鲍威尔太太是否知道这件事，尼克回答说他不知道。他声称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事无巨细地规划他的人生，让他感到窒息。与此同时，安妮与混混男友马库斯前行在夜色中。马库斯撬开了一辆看起来很贵的汽车，安妮这个疯批美人抡起撬棍猛砸珠宝店橱窗，从里面偷走了一条漂亮的项链。当警察赶到时，两人开着刚偷的车逃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与犯罪男友度过一夜后，安妮准备去学校。马库斯要求她把装有被盗珠宝的包留下，安妮冷笑摔门而去，这让马库斯非常愤怒。5分钟后，气急败坏的他抄起手机按下报警电话。校园储物柜前，安妮正藏匿赃物时，暗处彼得恰巧撞见这致命瞬间。事情开始变糟。不久后，警察来到学校，以盗窃罪逮捕了安妮。他们还撬开她的储物柜，发现了被盗的珠宝。安妮随后打电话给男友，告诉他自己被捕了。马库斯则假装无辜。尼克回家，母亲告诉他航空公司打来电话，他透露他的航班改期了。显然他已经知道伦敦之行。尼克惊慌地说他可以解释，但母亲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。夜幕降临，赴宴的彼得在小巷遭安妮团伙堵截，他以为是彼得告的密，想要报复。可怜的彼得太紧张了，当场编了个谎话，以为尼克已经飞往伦敦。他谎称是尼克向警方举报的。派对霓虹中，临时改变主意的尼克随手将机票塞给陌生女孩。独自离场的少年不会想到，暗处那辆破旧轿车正幽灵般尾随。当行至僻静路段，5个黑影将他扑倒在地。车厢里，彼得目睹挚友被欧治吐血，安妮的高帮靴重重踩在尼克胸口，讽刺地问他现在谁才是神经病，永远是你这个疯子。尼克的嘶吼点燃最后导火索，癫狂的安妮一记飞踢，少年如断线风筝滚落陡坡，后脑撞上岩石的闷响令所有人僵在原地。触摸到微弱的脉搏后，混混们颤抖着将尼克拖进丛林。月光下，少年腕表悄然坠，尚存一息的躯体被碎石掩埋。事件发生后，安妮决定去男友家。她很快到达那里，立即向马库斯坦白自己杀了尼克。她恳求男友帮她编造一个可信的故事来掩盖罪行，但马库斯试图赶她走，因为他害怕警察也会找上她。安妮被这种背叛激怒了，她提醒男友自己可以揭发她多年来偷车的所有地点，
然后他走到附近的桥下，烧掉了自己的衣服。翌日朝阳初升，令人震惊的是，完好无损的尼克第二天早上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。他像往常一样去学校，试图和同学交谈。然而，尼克很快发现没有人能看见或听见他。他甚至试图制造骚动，把一本书扔向书架，但教室里没有任何反应。尼克随后来到校长办公室，听到母亲在打电话，母亲的哭诉电话近在咫尺，却遥不可及。困惑而害怕的尼克试图跑回家，却在路中间被车撞了。轿车将他撞飞10米，巨型货柜车从他身上碾过，而路人们仍在谈笑风生。不久后，尼克回到家，看到母亲正在和当地警方通电话。他试图引起他的注意，但和其他人一样，他听不见也看不见他。原来他已经报案儿子失踪，警方正在寻找他的下落。尼克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死了。警探凯特与布莱恩在丛林边缘发现异常，新鲜轮胎印记旁散落着后视镜碎片。走访中，他们得知安妮与尼克曾在校园爆发冲突。当布莱恩警官登上安妮家的屋顶，这个曾与他共事过的老刑警之女正嚼着口香糖撒谎。自那场争执后，我再没见过她。密林深处，搜救犬的狂吠惊起群鸦，而尼克卧室窗外，一只濒死的知更鸟正抽搐着，另一只同样模样的灵鸟却停在他肩头。它看起来和受伤的那只一模一样。尼克把它抓在手里，但当外面的鸟死去时，活鸟也消失了。少年猛然顿悟，自己正处于灵魂出窍的状态，肉体消亡之时，便是魂飞魄散之际。与此同时，布莱恩警探来到马库斯的车库，询问珠宝店抢劫案。马库斯说他对此一无所知，并谎称自己当时在这里工作。但警探并不完全相信，他让马库斯如果见到安妮就联系警局。晚些时候，紧张的马库斯在街上拦住彼得，告诉他警方正在追查自己。两人回到树林，来到尼克最后出现的地方。他们悄悄把尼克的尸体从排水沟里搬出来，转移到另一个地方。随后，马库斯决定一劳永逸地摆脱安妮，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失控了。他要求和安妮在火车站附近见面，说只是想和他谈谈。安妮则打电话叫彼得也来见面地点，完全不知道他已经被警方跟踪。不久后，三人到达指定地点，马库斯立即表明意图，掏枪对准安妮。他命令彼得闭嘴，并让他回家。但就在这时，几名警察赶到现场。安妮利用混乱夺过马库斯的枪，逃到安全的地方。暴雨夜，安妮潜入尼克房间，泛黄照片里的童年尼克与他同样生长在破碎家庭。当指尖抚过那张与自己如出一辙的孤独面容，此刻他才惊觉，自己杀死的竟是世上最懂他的人。但就在安妮想了解更多时，尼克的母亲突然进屋，他被迫逃跑。他冲进树林，来到最后一次见到尼克的地方。令他惊恐的是，安妮在排水沟里找不到尼克的尸体，不过他在附近发现了一包尼古丁口香糖，这让他相信马库斯也来过这里。很快，安妮找到男友，用枪逼着他来到一处悬崖边。马库斯最终承认，他把尼克的尸体从原来的位置移走了。现在尸体就在附近水坝的底部，水坝将在半小时后开闸。听到这里，安妮试图离开，但藏着手枪的马库斯朝她的腹部开了一枪。安妮还击，击中了他的肩膀，他受了重伤，但还是打电话给布莱恩警探，告诉他尼克尸体的位置。不久后，警方赶到当地水坝，及时找到了尼克。他立即被送往医院，住进重症监护室。尼克虽然从冰冷的水中被救出，但生命依然垂危。浑身插管的尼克在生死线上挣扎，而灵魂正悬浮在手术灯上方。只要肉体撑过今夜，他就能重返人间。走廊尽头，因枪伤大量失血的安妮跌跌撞撞地走进医院。她的良心备受煎熬，想要为自己犯下的所有可怕罪行赎罪。于是她走进尼克所在的重症监护室，请求他的原谅。安妮躺在他身边，慢慢的，尼克的灵魂回到了自己的身体。不幸的是，此时安妮已经失血过多，最终不治身亡。监护仪响起刺耳长鸣，安妮的血色在床单绽开成彼岸花。爆裂太妹化作天使消散时，没人看见她嘴角释然的微笑。